嗨，好呀。上期我们聊了新加坡，今天我们聊个不大但更强的瑞士。说到瑞士，你能想到什么呢？瑞银、罗氏、雀巢、劳力士、Swatch， 总之就是超级有钱。但老钱也有你不知道的一面。你比如根据 INSEAD 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，在134个国家中瑞士连续10年霸榜世界第一，且在留人能力上一骑绝尘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，瑞士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连续朋友们14年位列世界第一，持续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。而根据欧洲专利局 EPO 的统计，2024年全球专利申请最多的35个国家里面美国稳居第一，而瑞士排名老七。但是如果看看每100万人的专利数瑞士遥遥领先，傲居全球第一，并且是第2名瑞典的2倍还多，美国的8倍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世界富豪的保险柜和钱袋子什么时候搞科研了？为什么他的人才吸引力就那么强？怎么创新指数就这么高？他每年哪儿来的那么多专利？别急，接下来咱们一个个聊。瑞士国土面积4.1万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也就刚刚900万，典型的人口小国。位置呢刚好落在欧洲的心脏，北边德国，南边意大利，西边法国，东边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，一圈基本全是重量级的。而瑞士的地形呢更有意思，像一个汉堡包，最底下呢是阿尔卑斯山，从西南一路横贯到东北，覆盖国土面积的大概60%。最上层呢是如拉山脉，从西北边呢一路蜿蜒，基本跟着阿尔卑斯山走的是平行线。两山脉之间呢就是汉堡的夹心了，中部平原，只占国土面积的30%，却聚集了全国75%以上的人口。这一带经济最发达，城市最多，集中了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。总体来看瑞士面积不大，还70%是山地，40%是水域，大山大水，但无煤少矿。但就这么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山地小国，你说它怎么就在抢人才上竞争力常年登顶，还是世界的顶？首先第一大杀手锏就是有钱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的2025年最新数据显示，瑞士的人均 GDP 大约11万美元，全球第2。而第1名的卢森堡人口只有68万，还不到瑞士的8%。往近了看跟邻居们比比，瑞士人的有钱就更显眼了。邻居里德国最强了，也就瑞士的1半。法国、意大利呢更是被甩在了后面，差距直接拉满。再看点更直接的，瑞士成年人的人均财富常年霸榜全球第一，银行、制药等高端行业工资中位数超过1万瑞郎，也就是1.2万美元。即使所有行业工资中位数也有6788瑞郎，也就是8146美元，妥妥的最高薪俱乐部成员，有没有？有钱，工资高，税率低，制度还跟瑞郎一样给力。瑞士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去中心化、直接民主，效率还高。整个国家分3层管理，联邦、26个州，还有2100多个市镇，分层分权，井井有条。各州和市镇的自主权力可是非常大的，有自己的宪法、议会、政府、法院，自己定税率，自己搞教育，还可以决定谁可以加入瑞士国籍。联邦只承担说各州实在没法完成的，比如像外交、国防等等。这个国家真正的 boss 是每个瑞士人，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利和最终的决策权。你对一个法案不满意收集5万个签名就可以启动全民公投。你要想改宪法，凑齐10万个支持者，咱也能挑战。瑞士人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小事都很积极，平均每3到4个月就得来一次全民公投。你比如1992年政府说，咱们加入欧盟吧，年底全民公投否。2000年政府妥协了一下，咱不加入，但跟欧盟签个双边协议，搞邻里关系。结果67%赞成，公投通过。这里的核心条款是人员自由流动协定，大概意思就是说
瑞士的国门啊，向欧洲人民彻底敞开，360度没门式的打开。再加上啊，文化上，瑞士就像个迷你版的小欧洲，人口只有900万，但官方语言就有4种：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和罗曼史语。英语普及度也不差，而且饮食和文化又深受几个邻居的影响，环境美的还跟花儿一样。这样一来呀，住在边境的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邻居啊，每天上班就跟逛超市一样，跨境通勤，职业资格互认，社保也能续上。来了几乎跟瑞士人一样，既没配额限制，也没瑞士人优先限制，妥。瑞士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啊，2024年在瑞士打工的跨境通勤者高达40.7万，其中1半以上是来自法国，随后是意大利、德国。而在瑞士的整个劳动力结构中啊，外国人也占到了1/3。在高科技行业里面啊，这个比例啊会更高。你比如信息通信技术，1/3是外国人；制药行业的研发岗外籍超过1半；高等教育里，技术、精密及自然科学专业外国学生直接直逼50%。整体来看呀，瑞士的外籍打工人大部分来源于欧盟，说明瑞士可是妥妥的欧盟人才的吸铁石。换个角度，也说明瑞士对欧盟人才的强依赖。人是大批大批吸引来了，这个山地小巨儿又是怎么勇攀高峰，把自己的创新生态稳到了全球第1的呢？简单来讲呀，就是教育加产业加金融。首先，咱们来说说教育。根据 IMD 发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鉴，在最能满足竞争性经济需求的教育体系中瑞士还是稳稳的全球第1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这么强的教育体系，瑞士竟然没有国家教育部，都是各州自个儿管、自个儿搞，联邦只稍作统一。但整体来看呀，瑞士教育大概分为3段：义务教育、高中教育、高等教育。义务教育呢，包括2年幼儿园、6年小学、3年初中。在这之后呀，有1/3的学生会走通识教育，也就是学术高中。毕业后呢，会进入3类大学继续深造。其中这2所联邦理工院校，你不一定听过，但确实超牛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，简称 ETH Zurich，2025年 QS 世界排名第7，欧洲区排名第1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，简称 EPFL， 全球第26。这2所学校，特别是 ETH Zurich， 你猜它有多强？根据学校官网至今为止，这所学校光诺贝尔奖就有22个，涵盖物理、化学、医学3大领域。其中一位校友 Albert Einstein， 是的，伟大的相对论之父，既是 ETH 的学生，也在这儿当过教授，还在1921年凭借光电效应定律一举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牌面绝对拉满。而且这2所学校强强联合，形成了一个 ETH Domain。根据2024年 ETH 董事会的年报显示，2所学校的学生总规模近4万，1半以上都是研究生博士，天然的科研人才蓄水池。另外ETH Domain 还有科学技术人才大概2万，教授916位，外加4大国家研究所：瑞士保罗希勒研究所、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、水科学与巨兽研究所、森林学与景观研究所。2024年这个科研梦之队就交出了282件发明披露、222件专利、137份专利授权许可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些专利科研成果怎么走出象牙塔，快速技术化、产业化的呢？首先大学带头孵化公司。咱们还是拿 ETH Domain 来举例，光是2024年这1年，这一片区就孵化了64家 spin-offs。什么是 spin-offs 呢？简单来说就是母鸡孵小鸡。大学或科研机构出人或者出成果，成立一些独立运行的衍生公司，一边搞研发，一边走市场。比如像 Stanford 孵化 Google， 清华孵化清华同方，ETH 孵化独角兽 Climeworks。 这些公司离科研源头特别近，一旦大学那边研究有了新突破，这边就能快速的拿到大学授权和一系列的打包支持，最快的把科研成果商业化。接着还有各大产业园在校门口等着结巴，比如 EPFL 创新园就在 EPFL 的校园里边，校门都没出，
紧连着500个实验室和研究所，占地5.5万平方米，里面住着250个中小企业以及30个大型公司。这里不仅是办公区，更是把科研、创业孵化、企业加速、资本等聚到一块儿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。所以说，通过类似的这种园区物理聚集啊，再加上政府的各种花式扶持，高校就可以把实验成果啊直接给它嵌入到各个企业的供应链里边，进一步缩短科研到市场的距离。当然呀，咱们这里啊只是以 ETH-Demand 为例，让大家简单的感受一下大学、产业、政府这3螺旋是怎么配合，然后让专利啊走出实验室，完成商业化的。但其实啊，以 ETH-Demand 为代表的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啊，虽然专利质量是极高，但数量呀并不占优势。咱们视频啊一开始就提到了，2024年瑞士呀有大约1万个专利，你猜猜大头是谁贡献的呀？答案是企业，特别是那些大型跨国企业。你比如像罗氏、诺华、ABB、雀巢、先正达这些巨头，企业内部的专利转化路径很直观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总的来讲啊，企业、高校和科研机构这3部分合起来，才共同撑起瑞士人均专利小巨人的江湖地位。那研究成果有了，产业也接住了，谁来把技术真正做成产品？而这些高端技术人才又从哪儿来呢？这时候啊，就得说说瑞士教育里不是独有但极具特色的部分——双轨制职业教育。在瑞士啊，义务教育结束之后啊，只有一小部分学生会走通识教育，大概啊2/3的学生会选择学徒加职业学校并行的基本职业教育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每周3到4天在企业培训，还带工资；1到2天呢在学校学习相关的理论。学制呢大概2到4年。毕业后呢，你可以直接工作啊，也可以进入高等职业教育或应用科技大学。瑞士的职业教育啊，课程涵盖超过250个职业方向，从信息技术到机械加工，全部嵌入真实的企业场景。联邦立法，26个州啊盯着职校，企业和行业协会啊会随时参考就业市场来调整培训标准和考试。3方共治来保证学生学到的啊就是市场需要的。瑞士青少年的失业率常年也保持在全球最低之一。这些高密度、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呀，源源不断的流向企业，分工极细，还上手就能用。特别啊是在生物制药、精密仪器等高端产业，瑞士的技术扩散速度啊明显高于欧洲的其他小伙伴。同时啊，瑞士还有很强的终身学习文化。你看，政府统计，68%的瑞士人啊，至少参加过1次继续教育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员工普遍开启自动更新小铃铛，维持整个创新生态的稳定迭代升级。那问题来了，瑞士银行那么多，恨不得班霍夫大街底下都埋金块，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来搞科研呀？哎，问得好。瑞士啊是以银行和财富管理出圈，但这几年呀，银行保密制度啊是在不断的收缩，就连百年巨头瑞士信贷也在2023年轰的一下就倒下了。你看，单压金融风大点儿就可能随时翻船，所以啊，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呀，瑞士作为一个在夹缝中的中立小国，就必须得多条腿走路。你比如化工制药、机电金属加工、精密制造，还有钟表业。其中呀，这个化工制药最硬核，全国呀有1000多家公司，2家全球巨头，出口额啊直接占了瑞士出口的1半，还直接贡献了7%的 GDP， 妥妥的出口冠军。而且这几个产业啊都有个共同特点，你投1块钱啊就能赚100块甚至更多，也就是高附加值。同时还和金融市场相关度低，刚好是经济波动的天然对称区。拿捏。那你说这些高端产业要发展靠什么呢？那当然是持续的研发加创新喽。比如制药巨头罗氏，2024年呀，这一家公司就砸了153亿瑞郎搞研发，占它年销售额的25%。这简直就是把钞票大把的扔进自家的八卦炉，最后呀才可能炼出那么一小颗颗药丸。再看看全局，2022年呀，瑞士排名前14位的上市公司合计投入研发330亿欧元，排名全球第5，仅次于美、日、中、德4个国家。
研发投入和强度啊，那叫一个绝。那你说，搞研发这么烧钱，那瑞士的钱袋子怎么保持充裕的呢？答案啊，就俩字儿：金融。大家知道，瑞士是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之一，一共呀有235家银行，掌管的跨境资产占全球总额的1/4。去年2024年呀，瑞士银行管理的资产总额呀就突破9万亿法郎，相当于美国这一年整个 GDP 的1/3，比中国这一年 GDP 的1半还多。而瑞士的企业啊更是近水楼台，即使全球资本紧缩的2024年，瑞士初创企业还是强势吸引了24亿的瑞士法郎的投资，其中70%以上都流向了像生物医药、清洁技术这些深科技领域。所以简单来讲啊，金融就是把静态资本给它叫醒，先通过贷款啊、风投等早期融资，把科研成果更快的落地，再利用金融杠杆充分放大科研外溢和收益，然后呢，再通过资本市场把科技创新的投资收益有效的回流到科研，然后反哺科研，形成金融创新的双向驱动。完美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瑞士为什么能14年保持全球顶级创新力呢？我们来打个比方，把瑞士的整个市场啊看作一个池塘，那瑞士金融啊让这片池塘水足够深，还有活水流；教育啊让池塘里的鱼啊游得更欢，还上层有鲢鱼，中层有草鱼，底层有鲤鱼，混合搭配，多元培养。制度啊让池塘里水深鱼聚，互利共生，整体形成了这么一个小但超强的创新生态。说到这儿啊，有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，这炸裂的创新链背后其实也有不少问题。你比如说，瑞士啊是典型的人口小国，从市场到人才非常依赖欧盟。地理上明明是欧洲的心脏，但却打死也不加入欧盟，两边关系全靠一纸双边协议在维系。欧盟稍微不爽，瑞士就可能随时被踢出某个群聊，让他单玩。你看，2021年，瑞士政府啊因为拒签欧盟的科研框架协议，结果欧盟直接宣布，你们瑞士啊从此降为非关联的第3国，代价也很真实，科研项目直接泡汤，合作中断，科研经费啊直接损失高达10亿瑞郎。2022年，欧洲研究理事会 ERC 给他资助的28名瑞士高校研究员提出了要求，瑞士已经是跟我们没啥关系的第3国了啊，你们必须离开瑞士，搬到欧盟，我们才能考虑继续签约发资助，否则没门儿。瑞士一看不行啊，连夜出手，政府只能自掏腰包补贴经费来挽留人才。2024年12月前后啊，经过200场艰难谈判，瑞士与欧盟达成了一项被称为历史性的一揽子双边协议。大概意思就是说呀，瑞士每年给欧盟捐款1.3到3.5亿瑞郎，作为回报呀，欧盟选择性的把瑞士拉回几个群聊，大家继续乐乐呵呵的搞科研做生意。现在协议谈是谈成了，但事儿啊还没完，欧盟那边还得等欧盟议会同意，瑞士这边呢也要联邦议会批准，还可能触发全民公投。所以你说瑞士和欧盟怎么在自主和合作之间寻求长期的动态平衡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 Club 脑洞派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Thank you for coming. See you. Bye bye. City lights going high, people moving hustle by, beats pumping through my veins, riding on these urban plains.